在昏暗的黑暗之中，他的双眸闪烁着幽蓝的光芒，让我不禁脊背发凉。他的眼神犹如凛冽的破晓晨光般锐利，又似精心磨砺的刀刃般犀利，令我想起了正在估量猎物的捕食者。瓦尔泰扎公爵。我的脑海中警钟大作。您叫我来是有什么事要我做吗？他一脸天真懵懂，尴尬地与他对视着。对此，克劳斯发出了一声嘲讽的笑声。有事要做？没错。说着，这位似乎对当下情形感到不适，又或许是被激怒了的公爵，猛地伸手朝他的头伸了过去。我得确认一件事。刹那间，他感到一阵寒意顺着脊梁窜了上来。确认？您这话是什么意思？不知为何，他的呼吸似乎比平时更急促，更粗重了。我不是跟你说过别喷那该死的香水吗？克劳斯低沉的警告声让罗塞利亚觉得很委屈。我不喷香水啊！我跟你说过，安东尼奥，我可是有能揭开隐秘的本事，就像个幽灵似的。克劳斯炽热的嘴唇危险地贴近他的耳朵。我得知道你在隐瞒什么。不会吧？难道他发现了我是女人？我原以为我已经成功隐瞒了3个月了。克劳斯接着说道，别想躲着我的眼睛，你越是这样，我就越想挖出来。拜托了，公爵大人，我是男是女，真的就那么不重要吗？为了不发生这种事，我才女扮男装的。还是说根本没办法把原著故事的走向改变到这种程度呢？3个月前，赫辛克勋爵府内，罗塞利亚那绿色的眼眸轻松避开飞来的酒瓶，变得冰冷起来。朝他身后墙壁扔去的酒瓶在砸到地板上时发出了巨大的破碎声。他微微瞥了一眼，目光冷漠地落在那个扔酒瓶的男人身上，然后深深地叹了口气。酒都喝没了。罗塞利亚，拿酒来。酒。这个被称作他哥哥的男人嘴里不停地嘟囔着，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酒气。老天爷啊，藏起来的钱在哪儿呢？我父亲怎么也该给你留了点钱吧？罗塞利亚厌恶地皱了皱鼻子，冷冷地回应道，这破房子里还能剩下什么钱？赫辛克勋爵留下的钱都已经被你挥霍光了，不是吗？他说的句句属实。安东尼奥像一头饥饿的猎狗般烦躁地打量着四周，开口说道，就没别的值钱东西了？这所宅子的主人赫辛克勋爵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家业也一落千丈。那个所谓的继承人整天无所事事，就知道整夜和些不三不四的人喝酒打牌。在这种情况下，家业要是不衰落，那才更奇怪呢。他和一头放弃做人的野兽没什么区别，而且反正也差不多是时候了，是时候把这个讨厌的家伙从这宅子里弄出去了。罗塞利亚悄悄地抽出了藏在怀里的匕首。当他突然拔出匕首，一脸凶相地走近时，既不懂剑术又没什么头脑的安东尼奥惊讶地往后退了几步。你要干什么？他脸色苍白，踉踉跄跄地往后退，最后一屁股坐到了地上。罗塞利亚冷漠地看着他摔倒，把匕首举到了一边。刀刃锋利的刀尖传来切割东西的声音，与其说是切开什么东西的声音，倒更像是用刀强行割开布料或丝线的声音。安东尼奥没感觉到疼痛，便缓缓放下手臂，表情扭曲地朝前望去。只见罗塞利亚亲手剪掉了自己那又长又亮的绿发，此刻正留着刚及耳下的短发，低头看着他。安东尼奥一脸茫然地傻坐在那儿，罗塞利亚则带着鄙夷的神情把一把剪下的头发朝他递了过去。你不是说想要值钱的东西吗？这就是这宅子里最后一件值钱的东西了，拿着它消失吧。尽管他的头发疏于打理，但手里的绿发依然有光泽，用它做一顶假发，卖给假发商人能换不少钱呢。安东尼奥满脸不情愿地伸手接过了剪下的头发。真恶心。看着安东尼奥说完这话就好像逃命似的跑出宅子，罗塞利亚暗自轻声笑了起来。你说恶心？哼，为了活下去，我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当性命攸关的时候，人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这不过是个开始罢了。安东尼奥今晚很可能会在后街被那些他欠钱的赌徒抓住，然后再也不会回到这座宅子了。他是死士被卖作奴隶，他就不知道了。毕竟小说里没写这些，而且很快那个来找他的人将会手握这具被诅咒身体的命脉。对他来说，这和赌博没什么两样。毕竟不管他是抛弃这座宅子逃走，还是留下来，不是饿死就是被卖作奴隶。他决定去冒险，而不是去走那条注定布满荆棘的路。他即将要面对克劳斯·德瓦尔泰扎公爵，这本小说里的黑暗反派。与此同时，一辆黑色马车停在了这座破败的宅邸前，这地方看上去已经许久无人居住了。随着马车门打开，一个身着深蓝色西装、衣着讲究的男人走了下来。这儿还有人住吗？听到他低声的询问，一个栗色头发后下车的男人展开了带来的一些文件，嘟囔着说道。文件上清楚写着，赫辛克伯爵已经去世了，他的继承人是安东尼奥·德·赫辛克和罗塞利亚·德·赫辛克就住在这里。身着海军蓝西装的男人不悦地看了一眼宅邸，简短地评论道，就算把这座宅邸卖了，我也收不回赫辛克伯爵一半的债务。在他旁边正在翻看文件的亚历杭德罗像是在解释情况般嘟囔着说道，赫辛克伯爵已经去世了，随着家业的衰败，看样子他们早就把所有仆人都辞退了。啊，还有
克劳斯看向亚历杭德罗，那眼神仿佛在问是不是还有更糟的情况。亚历杭德罗清了清嗓子，谨慎地环顾了一下四周，接着说道：赫辛克伯爵去世了，而且他的女儿罗塞利亚·德·赫辛克似乎最近也死于同一种疾病。这时突然一个声音传来：您一定就是克劳斯·德·瓦尔泰扎公爵吧？克劳斯没有回应，只是与这个年轻人对视着。年轻人露出了一个能让不少女人为之倾倒的迷人微笑，然后自信地伸出手，仿佛在邀请对方握手。很高兴初次见面，我是安东尼奥·德·赫辛克，赫辛克伯爵的长子。克劳斯盯着那只伸出来的手看了一会儿，然后漫不经心地转过身。你知道我是谁吗？听出他语气中的不悦，罗塞利亚尴尬地笑了笑，说道：在卢格贝尔泽特帝国，有谁不知道瓦尔泰扎公爵呢？你也知道我为什么来的吧？我来收你父亲欠的债了，一共是5000万。罗塞利亚心中暗想，5000万是能买3套豪宅的钱了，原来欠了这么多钱呀！但把这个宅子整理一下，大概还剩下3000万的债，剩下的你打算怎么还？原著中，罗塞利亚对情况一无所知，直到瓦尔泰扎公爵闯入宅邸，将他强行拖走，逼他做女仆，甚至在宅邸被卖后还要替落魄侯爵还债。但如今他既然附身成了罗塞利亚，情况就不同了，这笔债我来还。但是罗塞利亚俏皮地笑了笑，1年。听到他自信满满的声音，克劳斯奇怪地看了他一眼。我会在1年内偿还3000万。他脸上先前的那种兴趣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不自在的表情，仿佛听到了什么荒谬的事，浑身散发着寒意。罗塞利亚艰难地咽了口唾沫，感受到了他那双冰冷蓝眸的锐利注视，仅仅是他的目光就够让人有压迫感了。不过这可不是空口白话，他的优势在于知晓小说的内容。他曾是女主角的粉丝，同一本小说至少读了10遍。由于小说世界的基本设定中常有政治冲突，所以他对大部分重要事件都记得很清楚，比如半年后将会被发现的马戎石矿的位置，又或者拉佩利奥斯帝国那艘载着黄金在南部海域沉没的商船大致方位。不过关于马戎石矿和邻国商船的信息都是关乎国家政治的重大问题，他可没打算为了还债就卷入这些复杂的事情当中，所以他最终的关注点还是在艺术品上。女主角也就是王储妃对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书里经常描写她从不知名的艺术家那里购买艺术品来装饰王宫的场景，这让她很容易就记住了一些艺术品和艺术家的名字。在这段时间里，那些被当作垃圾的无名艺术家的作品，再过几个月就会变成陈列在王宫里的杰作。我先下手把他们找出来就行了。到这时，他的自信激起了克劳斯的好奇心，他想知道他是不是真的知道些什么，或者是不是藏着什么宝贝。看着他那自信满满的表情，他的兴趣越发浓厚了。那么你打算怎么筹到那些钱呢？我打算利用我掌握的信息和我对艺术的鉴赏力去购买那些日后会成为帝国最高价艺术品的作品。他猜不透他心里打的什么主意，但也没理由阻止他承诺在1年内偿还债务。盘算好之后，克劳斯面无表情地看着他，点了点头。好吧，我相信你，但你打算怎么弄到买艺术品的钱呢？这是个好问题，任何商业投资都需要一些启动资金呀。克劳斯瞥了他一眼说，所以我才这么说。您就借我区区20万，我会在2个月内把它变成500万的。他自信满满地说出这番大胆的话，那架势就像后街的骗子在夸下海口一样。克劳斯听了，脸上露出怀疑的神色。所以你又要向我借钱？是的，请相信我一次，您要是借给我20万，我真的会在短短2个月内让它变成500万。克劳斯难以置信地笑了笑，看着他仿佛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他该不会是在用后街骗子的手段吧？好吧，我会借给你的。当克劳斯朝门口走去时，他一脸疑惑地跟他打招呼。谢谢您，公爵，我肯定会在2个月内赚到500万的。就在这时，2个从旁边悄悄走近的仆人抓住了他的胳膊。他被这2个仆人像抓罪犯一样拖拽着，挣扎着抗议道，脸上满是困惑的神情。喂，你们为什么要这样把我带走啊？我说了，我会还债的呀。走在前面的克劳斯听到他愤愤不平的呼喊，冷漠地转过头，低头看着他。我怎么能相信你呢？你可能只是嘴上说的好听，然后就跑了。不，我真的会还的。不管怎么说，这座宅邸要被拍卖了，它不再归伯爵所有了。你打算在还债期间住哪儿呢？我还没考虑到这一点。他确实没考虑那么长远。克劳斯像看着一只被车灯照到的惊慌失措的鹿一样，面无表情地盯着他，最后疲惫地开口说道：按你说的去还债吧，在我的眼皮子底下还。现在我会在公爵府给你安排一个可以当办公室用的房间，你就住在那儿吧。还有，在你还清全部债务之前，记住，你一直隶属于我。记住，在你还清5000万之前，你本质上就是公爵府的一名仆人。隶属？这不公平。他本想通过女扮男装来改变自己被迫沦为女仆的命运，可现在却还是被当成仆人带走了。这和进公爵府当女仆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呢？事已至此，
他也没办法了，他只能在还债的同时，避免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尽量不和克劳斯有所牵扯了。不过，他也知道事情不会都如他所愿的。转眼间来到了瓦尔泰扎公爵府，亚历杭德罗带着罗塞利亚来到了一个房间。从位置来看，那更像是一间客房，而不是仆人住的房间。亚历杭德罗介绍道：“安东尼奥先生的情况有些特殊，你不仅是公爵的仆人，还是公爵的生意伙伴，所以我给安东尼奥先生安排了一间离公爵办公室不远的房间。”这时，罗塞利亚才暗自松了口气。房间离公爵书房竟是有点不方便，但至少他不用和陌生人合住一间房了。罗塞利亚正在思考中，又听到亚历杭德罗说：“请跟我来，我带你参观一下住宅。我害了他们，最终也因他们而死的救命恩人啊！”罗塞利亚迅速跟在亚历杭德罗身后。由于他腿短，而他们走得又快，他时不时得小跑几步。他一边暗自咒骂，这一切好像是故意的。突然，楼梯附近的走廊里窜出个什么东西，罗塞利亚被一个软软的东西绊倒了。克劳塞特小姐被亚历杭德罗的喊声吓了一跳。罗塞利亚好奇地看着怀里那软软的像云朵一样天蓝色的东西。你打算这样抱着我多久啊？那朵云说话了，不对，不是这样的，你肯定是个我没见过的新仆人。他带着鄙夷的神情问道，那眼神就好像在评估一件商品似的。正在这时，亚历杭德罗跑过来喊道：“哎呀，克劳塞特小姐，很抱歉，这位新仆人没什么经验，犯了个错。”当亚历杭德罗称呼这个女孩为克劳塞特小姐时，罗塞利亚很快意识到她可能是公爵府里的一位贵族小姐。这时，这位小姐的蓝宝石般的眼睛把罗塞利亚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然后她的目光停留在罗塞利亚的脸上，眼神中透着好奇，闪闪发亮。“你长得挺漂亮的，我喜欢漂亮的东西。”罗塞利亚被这位小姐的话弄得一愣，不确定这话是在试探她，还是单纯的赞美之词。“是吗？”而克劳塞特小姐则自信满满的宣布道：“从今天起，安东尼奥就是我的专属侍从了。”“什么？”罗塞利亚和亚历杭德罗同时回应道。专属侍从这个词在女士们的社交圈子里流传开来，指的是英俊的仆人。根据私人专属侍从的外貌和能力不同，他们可能会成为女士社交圈里让人羡慕的对象，还会影响到他们的社交地位。有时候，上流社会的真实情况就是利用英俊的私人专属侍从，从心仪的家族那里套取信息。我明天要带安东尼奥去绿衣女士聚会，记着呀。说完，克劳塞特小姐便轻快地离开了这座贵族府邸。你似乎挺受欢迎的吗？刚来第一天就引起这位小姐的注意了。听出亚历杭德罗语气里更多的是不悦。转眼的时间来到了晚上，罗塞利亚等着答应要来送钱的亚历杭德罗，可是时间很晚了，他还没到，他都等累了。最后他疲惫不堪，准备上床睡觉了。他小心翼翼地锁好门，脱掉衬衫后，先解开紧紧裹在胸部的布条。啊，感觉终于能喘口气了，一种无法用言语形容的解脱感涌上心头。他该不该再把胸部裹起来呢？但现在就自己一个人，何必费那个劲呢？这个点儿应该没人会来吧。他觉得就算是亚历杭德罗，这个点儿来别人房间也是不礼貌的。想到这儿，他越发沮丧了。就在这时，传来了敲门声，咚咚。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可过了一会儿，又听到敲门声。罗塞利亚感觉像被雷劈了一样，冲动地站了起来。难道他这个点儿来了？他急忙想用布条把胸部裹起来，可慌乱的心情让他怎么都裹不好。敲门声变得更急促，更响了。等一下。他迅速提上裤子，扣好衬衫扣子，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的样子。和刚才没太大差别，但要是有人仔细看的话，可能会注意到他挺起来的胸部。更让他心烦的是，他没穿内衣，胸部的轮廓就那么明显的凸显出来了。罗塞利亚都想哭了。咚咚咚，我马上就来。罗塞利亚声音里带着紧张，不情愿地走到锁着的门前，打开了门。站在门前的不是亚历杭德罗，而是瓦尔泰扎公爵。为什么，公爵？您为什么？我以为是亚历杭德罗要来。瓦尔泰扎公爵皱起眉头，慢慢地打量着他的模样。亚历杭德罗下午突然有急事出去了。但是你为什么拿着那个大花瓶？被克劳斯的问题弄得一时语塞的罗塞利亚翻了个白眼。克劳斯像是在无声地催促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似的，带着期待的神情悠闲地等着。罗塞利亚无奈地开口说道：“我呢，不喜欢那个花瓶摆放的位置，所以正在挪动它呢。在这个时候搬。”克劳斯边说边把信封朝他递了过来。这是约定的20万。是的，如您所见，我腾不出手来。罗塞利亚觉得自己这话听起来借口太蹩脚了，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克劳斯便带着些许恼怒的语气说道：“你能先把那个放下吗？”“不行，我还没找到合适的地方放它呢。”“来，请把它放在这儿。”听了他的请求，克劳斯一脸疑惑，目光在花瓶里的花和他之间来回切换。见他回答得如此坚决，克劳斯暗自叹了口气，心想他这人还挺古怪的，然后轻轻地把信封插进了插在花瓶里的那束花中。这时，罗塞利亚才如释重负般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克劳斯好像完成了任务，正要转身离开，但临了也没忘了
丢下最后一句话：“我可等着看你兑现承诺呢。”看到他那满不在乎的笑容，克劳斯慢慢转身离开，脸上依旧是一副不满意的神情。然而，就在这时，罗塞利亚那轻轻的，仿佛悄悄钻进耳朵的声音叫住了他：“不好意思，您走之前能把门关上吗？”克劳斯沉默地停顿了片刻，然后静静地走过来，关上了门。门关上后，罗塞利亚抱着花瓶坐了下来，感觉自己的心都要从嗓子眼跳出来了。他不禁想到，如果自己继续这样对待公爵，可能真的没法兑现承诺了。第二天，罗塞利亚无所事事地站在一群叽叽喳喳的年轻女士身后，她们围坐在房间中央摆放的茶几旁。她时间紧迫，正想办法尽快去赚那3000万呢，可这会儿却像个影子似的，慢悠悠地跟在这位小姐身后。克劳塞特今天心情很好，热情地与其他女士交谈，脸上光彩动人。偶尔有年轻女士偷看罗塞利亚，甚至脸红。克劳塞特小姐，听说您新招了个专属侍从，她挺英俊的，不是吗？面对克劳塞特小姐有些俏皮的话语，和她说话的那位年轻女士脸红了。克劳塞特耸了耸肩，把头转向罗塞利亚：“安东尼奥，您叫我小姐。”他故意压低声音说话，以免暴露自己的真实性别，没想到这声音听起来竟像悦耳的女高音。听到罗塞利亚声音的年轻女士们都痴痴地笑了起来，脸也红了。她的面部轮廓怎么这么精致啊？我都差点以为她是个女的了。她的眼睛真美啊，就像翡翠宝石一样。看那黑绿色亮丽的头发。面对年轻女士们热情洋溢的夸赞，罗塞利亚觉得很尴尬，后背直冒冷汗。看样子在女性社交圈里，当下流行喜欢像专属侍从这类年轻男子，他们有这样的反应倒也能理解。这时，一位金发年轻女士拿出一件珠宝首饰，看上去像是用宝石点缀的一束花。哦，对了，我父亲不久前从西帝国带回来一些东西，你们想看看吗？这是什么？它看起来不像项链，当手镯的话长度也不太对。每位年轻女士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但没一个人说对。看来年轻女士们也不太了解呢。这是别人送我的礼物，可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用它。罗塞利亚简单看了看这件首饰，根据自己在小说里读到的描述，大致猜出了它是什么。一直假装沉默的罗塞利亚轻声开了口：“这叫发簪。如果不太冒昧的话，我可以自荐帮您戴上它吗？”出乎罗塞利亚意料的是，这件首饰的主人那位年轻女士脸红了，还点了点头。罗塞利亚把发簪别在年轻女士精心盘起的发髻上，打造出了一个美观又赏心悦目的造型。年轻女士们看到如此好的造型，纷纷开口让罗塞利亚帮忙弄一个。就在这时，一直在旁边默默观察的克劳塞特也开了口：“安东尼奥，我也想要一个。”“哦，好的。”看到克劳塞特像个被妈妈拿走心爱东西的孩子似的鼓起腮帮子，罗塞利亚忍不住露出了一丝略带笑意的微笑。在返程的马车里，克劳塞特顶着罗塞利亚给他盘的发髻，望着窗外，脸上洋溢着笑容。罗塞利亚觉得他这样子挺可爱的，心想如果自己有个妹妹，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接着正哼着小曲望着窗外的克劳塞特不经意地转过头来，和罗塞利亚的目光对上了。克劳塞特问道：“我刚才注意到你好像挺熟悉达里女士头发的。”克劳塞特说话时看向罗塞利亚的目光很锐利。罗塞利亚艰难地咽了咽口水，努力保持镇定：“我以前时常给我妹妹打理头发。你妹妹现在在哪儿呢？”她和我父亲得的是同一种病，已经去世了。用如此平静的口吻谈论自己的死，多少有点讽刺意味。不过罗塞利亚倒没什么过激的情绪。克劳塞特听完，抓住我的手说：“有空的时候你可以随意给我打理头发。那个无情的家伙把你带到这儿来，是为了让你还他的债，对吧？”这话题转得让人挺尴尬的。这话倒是没错，可这么一说，克劳斯显得更无情了，让罗塞利亚觉得很不自在。克劳塞特接着又说：“别担心，只要你一直待在我身边，那个无情的人就没法找你麻烦了。这有点不方便呢。为了偿还公爵的债务，我有自己的事要做。当然了，我不会拒绝做您的专属侍从，不过要是您能保证我有自己的时间，我会很感激的。”克劳塞特原本稍稍缓和的眉头，听了罗塞利亚坚定的话语后又皱了起来。“那债务是多少啊？靠我给你当仆人的这份薪水，要还清可不容易吧？5000万。哦，卖掉侯爵的宅邸，偿还了一部分，所以准确来说还剩大概3000万。好吧，那咱们就说好了，你每周只需要做3天我的专属侍从工作。或许是很快就接受了这个数额，克劳塞特做出了让步。罗塞利亚觉得克劳塞特退让的样子出奇的可爱，就像一位公主主动让步似的，忍不住笑了。不过作为回报，只要我想，你就得给我打理头发哦。府里的女仆盘发的手艺可都没你好呢。在原著小说里，主要是把克劳塞特当作反派来写的，关于公爵的妹妹克劳塞特的描述和情节发展几乎没有，从来没提到过克劳塞特的家庭背景或者过往经历，只知道他父母很早就去世了。就在罗塞利亚陷入沉思的时候，马车已经到了瓦尔泰扎府邸。克劳塞特拉着罗塞利亚说道：“今天跟我一起吃晚餐吧。”罗塞利亚犹豫着说：“我是佣人，可以吗？”克劳塞特回头笑着说：“那又怎么样？你也是贵族啊。”
这时，克劳斯好像正要出门办事，突然出现在他们这边。注意到克劳斯的克劳塞特显得有些慌乱，他故作冷漠地从克劳斯身边走过，连个招呼都没打，口中只是对罗塞利亚说：“走吧，安东尼奥。”克劳斯缓缓朝罗塞利亚走近，他俯视着他的目光不仅冰冷，甚至近乎冷酷，让罗塞利亚全身都僵住了。安东尼奥，克劳斯缓缓低下头，像低吼一般在他耳边低语道：“看来很悠闲，你已经拿到500万了吗？都有时间陪克劳塞特参加聚会了，看来你很有时间呀。”罗塞利亚艰难地咽了咽口水，努力保持镇定。“您不是说给我2个月的时间吗？”克劳斯反问道。“是啊，但是要想拿到500万，现在到处跑，时间也不够吧？”克劳斯听他说完，从容地走开了。罗塞利亚看着克劳斯的身影，心中暗想：我不会赖账的，臭小子，你这样瞪着我，谁会怕啊？罗塞利亚放松下来，转身要去餐厅，迎头正撞上抱着花瓶的仆人，花瓶被打翻，花瓶里的水喷洒而出，溅了罗塞利亚一身。克劳塞特意识到罗塞利亚的状况，朝他们这边看了过来。“安东尼奥，怎么回事？”罗塞利亚跪在地上惊叫一声，仆人尴尬地道歉道：“哦，对不起，安东尼奥先生，我没拿稳。”可等他反应过来想说话时，却不得不匆忙站起来，因为他那件白色的薄衬衫已经紧紧贴在了胸口上。要是有人观察力敏锐的话，可能会注意到它里面还裹了一层布。不知是从外面听到了动静，还是察觉到了异样，克劳斯一脸严肃地打量着罗塞利亚和克劳塞特。尽管他想穿着湿衬衫赶紧离开这儿，可克劳斯就站在面前，让罗塞利亚像面对捕食者的兔子一样僵住了。克劳斯的目光落到他身上时，罗塞利亚的肩膀颤抖起来，但他强迫自己不去遮挡胸口。克劳斯的目光在他的湿衬衫上停留着，罗塞利亚难受地咬着嘴唇。克劳斯皱起一边眉毛，低头看向他的湿衬衫，更确切地说，他的目光似乎是看向了湿衬衫里面。“你里面好像缠着绷带呢。”那一刻，罗塞利亚的身体僵住了，后背冒出一层冷汗。克劳斯目光冰冷锐利，正紧紧地盯着罗塞利亚。“你受伤了吗？”“我该说什么呢？承认我受伤了。要是他让我解释该怎么办？”就在这时，一个熟悉的声音打断了他们的对话。“他是为了保护我才受伤的。”“他为了保护你受伤了？发生什么事了？”“你没受伤吧？”克劳塞特带着狡黠的神情开了口。“我下马车的时候滑倒了，安东尼奥想保护我，结果被我压在了下面，我差点被风刮走的时候，他的后背受了点伤。”克劳塞特那满不在乎的解释让罗塞利亚困惑不已，他都分不清这事到底有没有真的发生过了。当然，根本没这回事。克劳塞特当时可是优雅从容地下的马车，还和女仆们碰了面呢。而克劳斯似乎对这个解释挺满意，又看了看安东尼奥。“因为你保护克劳塞特受了伤，我代他向你道歉。”这兄妹俩怎么互相替对方道歉啊？面对克劳斯直白的话语，克劳塞特哼了一声：“你干嘛代我道歉呀？”即便克劳塞特反应这么冲，克劳斯却丝毫没受影响，一脸平静地看着罗塞利亚。“不过，我希望你别对他太粗暴了。”听到这句出人意料的话，罗塞利亚和克劳塞特都一脸疑惑地看向克劳斯。然而，还没等他们从惊讶中缓过神来，克劳斯又优雅地笑了笑，接着说道：“在所有债务还清之前，那具身体可不属于你。”说完这些话，克劳斯给杰弗里留了个话，说他要在办公室用餐，然后就迅速离开了房间。罗塞利亚看了看克劳塞特，小心翼翼地问道：“小姐，您为什么要帮我呢？”听到罗塞利亚的问题，克劳塞特示意餐厅的工作人员退下。他的这个举动让罗塞利亚越发不安了。难道克劳塞特真的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了？然而，克劳塞特主动给出的答案却和罗塞利亚猜测的方向不太一样。“我跟你说过呀，我答应过要保护你，不受那个冷血家伙的伤害。”一瞬间，困惑不已的罗塞利亚下意识地脱口而出：“那我为什么缠着绷带呢？这重要吗？”安东尼奥不想让克劳斯看到绷带下面的东西，对吧？克劳塞特又一次一针见血的话，让罗塞利亚身体一僵，说道：“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克劳塞特上带着一丝得意：“可能是很吓人的伤疤之类的东西吧。不管怎样，刚才那场面挺尴尬的，不是吗？”罗塞利亚嘴角泛起一丝苦笑：“谢谢您，小姐。哎呀，算了。不过3天后你得跟我一起去伯爵女儿的茶话会，行吧？”“当然可以。”在卢格贝尔泽特帝国的首都范德洛斯和瓦尔泰扎公国之间，有一个名为阿尔格里莎的小村庄。罗塞利亚从一辆移动马车上下来，环顾了一下村庄，脸上露出调皮的笑容。这是王储妃珍视的第一件藏品诞生地。原著中，1个月后，主角会乔装成平民路过这个村庄，花500万买下一幅画。这幅画正是罗塞利亚的目标。根据原著，只有村庄和画家的名字能作为线索。整理好思绪后，罗塞利亚走向正在整理水果摊的商人。商人疑惑地打量着他，一眼看出他不像村里人。“您好，我想问问阿贝洛·亨特先生。”“阿贝洛？2周没见他了，一直住那边门上画着玫瑰的破房子。”
罗塞利亚道谢后，暗指是找到了房子。你是谁？门缓缓打开，露出男人那有些茫然的脸。罗塞利亚透过门看到墙上挂的那幅画，正是小说中描述的那幅画。我是来买您的画的，阿贝洛先生。听了罗塞利亚的话，阿贝洛的脸上闪过一丝短暂的惊讶，但很快他的脸色变得阴沉，充满怀疑地问道：我的画？你怎么知道我有画的？我偶然在村子里看到了阿贝洛先生的画，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然，说看到过那幅画是假话，我不卖最近刚完成的画。说完，阿贝洛果断地关上了门。正要赶忙接着说话的罗塞利亚，在紧闭的门前愣住了。